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赤水市的天台山，这里有一条堪称最险的山脊路，道路四周皆是悬崖峭壁，极其险峻。在山巅之上，一座寺庙巍然矗立——淮阳寺。这座古寺始建于明朝，清末民初时香火鼎盛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寺庙侧面的山峰之上，一尊巨大的丹霞石佛像赫然呈现，视觉冲击十足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登上天台山，一睹这座百年古寺的独特风貌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在贵州遵义赤水市，即将挑战当地海拔第一高峰天台山。大家看我身后这条蜿蜒向上的山路，它一路延伸至云端，终点处还隐藏着一座古寺淮阳寺。沿途不仅能够感受登山的畅快，更能邂逅无数绝美的自然风光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出发。小哥，你们到上面去了吗？我从那边半山腰背上来的。哦，从那边半山腰。你们是本地的吗？不是。哦，泸州的。其实到达天台山淮阳寺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，还有一条是对面那条很宽的马路，车子是可以开上去的。今天呢，我们选的是徒步登山，因为这一路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。走在这条小路上，感觉像是踩在了牛背上。你们看这两边没有护栏，而且路非常的狭窄，看着就十分的危险。这边还有一间小庙宇，里面供着3尊佛像。这里的树和这里的草形成了欣然的对比。告诉你们一件痛心的事，在2022年8月份，那段时间正是炎热的大夏天，这里发生过火灾。这山上的松树、白树，还有一大片竹林，这些树呢特别容易着火，火一下子就蔓延了天台山的附近。当时的火势太大了，很多人赶来救火，也没有逃过一劫。不过现在再看，满山遍野充满了新的生机，所以来山里面游玩的人一定要注意防火，千万不要乱扔烟头。你们发现了没有？一路爬上来，这些岩石都是红的，因为这里的山都是丹霞地貌，岩石里面含有铁元素，形成了氧化，变成了这种红的颜色，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？哇，这边的垂直落差好大呀，距离地面应该有几百米了吧？看着就非常的陡峭。淮阳寺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时期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它的房子非常的现代化，应该是后期重建的吧。从下面看过来，觉得没多远，实则呢，我们爬上来花了1个多小时。果然，它这里的房子是后面重建的，你们看，非常的现代化。上方还挂了一个空调，
衣架。这里应该是僧人们居住休息的地方。那边墙上也挂了一些空调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那里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这下方的门上面有一个牌子“五冠堂”。五冠堂的话是僧人们用餐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到上面的主庙去看一下。这棵树上已经挂满了红布条，应该是四面八方的信男善女挂的一个还愿带。这边就是主庙了，这里堆放着一些石头，它的做工十分的精美。这是古寺庙宇残留下来的，这些叫做柱脚石。这里就是主殿了，这里还挂着一个牌匾“大雄宝殿”。因为婆婆说里面的佛像不方便拍摄，我们就不进去拍摄了。里面供奉的是18罗汉、观音菩萨和释迦牟尼佛。我们现在到下面去看一下吧。这里堆放着一些木材，旁边呢还有一个巨大的储水桶。这里还有2个开关，看来这个地方用水还是挺方便的。这里还堆放着一些石块，这些应该是寺庙重修后拆下来堆放在这里的。你们看这空中，到处都是这些飞虫。这里看过去景色还是挺美的，下面就是吃水寺了。这里的花开得好漂亮呀！这里的海拔有1000多米，是贵州与四川的交界处。你们看那边有一个巨大的佛像。它的肚脐眼上呢有一个洞，据资料记载，它是叫神仙洞，洞内还有一条瀑布。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这条栈道是开凿于悬崖的边缘，要是没有这个护栏，还是比较危险的。这里不是有瀑布吗？怎么供奉着一些佛像？这旁边还有一个功德箱。
我们出去吧。淮阳市它是始建于明朝，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几百多年的历史了。清末民初的时候是它香火最鼎盛的时期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寺庙是它后面重建的，以前的寺庙是什么样子，已经无从得知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